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中医问诊之问耳目。我们知道耳目为人体的感觉器官，它们都与内脏、经络有密切的关系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第一个问耳。中医认为耳为宗脉之所聚，其中足少阳胆经支脉入耳，手少阳三焦经支脉也入耳，足阳明胃经上耳前，足太阳膀胱经从丁点至耳上，而六阴经经过经别与阳经相合在耳上，同时耳为肾之窍，所以问耳不仅能够了解耳的局部病变，还可以了解肝胆肾等有关脏腑的病变。一般来讲，耳病的实症多在肝胆，而耳病的虚症通常是在肾。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耳病的症状以及问诊的要点。常见的耳病症状有耳鸣、耳聋、重听、耳胀、耳闭等等。问耳的时候要注意问耳病的特点、新久、程度以及耳病的坚症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耳鸣、耳聋的症状。耳鸣是指病人自觉耳内鸣响，如闻长鸣或如潮声，妨碍听觉的症状；而耳聋是指听力减退，甚至听觉完全丧失的症状。耳鸣、耳聋既可以单发，也可以双侧发作，或同时出现，又或者是先后发生。如果突然耳鸣，声大如蛙鸣或如潮声，按之鸣声不减，或者是突发暴聋，这属于实症，通常与肝胆火旺、上扰清窍、痰火郁结、气血瘀阻、风邪上扰，或者是药毒损伤等等有关系。如果渐渐地出现耳鸣，声音细小，如闻长鸣，按之鸣声减轻，或者是暂止，或耳渐浓，这是属于虚症的表现，通常与肾精亏损、耳失所养、脾气亏虚、清阳不升、肝肾阴虚、肝炎上亢的病变有关系。重听是指的病人自觉听力减退、听音不清、声音重复的症状。如果重听突然发作，这是痰浊上蒙、风邪上扰耳窍的实症的表现。如果渐渐地出现重听，这是肾精亏损、耳窍失容的虚症的表现。耳胀、耳闭的特点分别为：耳胀是自觉耳内胀闷不适的症状，耳闭是耳内胀闭且有堵塞感、听力减退的症状。耳胀、耳闭都是由于风邪侵扰、精气闭塞、痰湿郁结、邪毒滞留、气血瘀阻所导致的。好了，介绍完了耳这个内容，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问目的部分。目是肝的开窍，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，为之精。所以问目不仅可以了解目的局部病变，还可以了解肝及其他脏腑的病变情况。常见目的症状有目痒、目痛、目眩、目昏、雀盲、奇视等。问目病时，应该注意问目病的特点、新久、程度以及坚症的变化。首先，我们来谈一下目痒。目痒是指病人自觉眼睑、眦内或目珠有痒感，轻则轻柔则止，重者急痒难耐。目痒严重伴有畏光流泪、灼热感，通常是
肝经风火上扰所引起的实症表现。而目微微的痒而视缓，通常是属于肝血虚、目湿濡痒的虚症的表现。目痛是指病人单眼或双眼疼痛的症状，可见于许多眼科的疾病，病因复杂。一般来讲，目痛剧烈者属于实症，通常与肝火上炎、肝经风火上扰有关；目痛微者通常是属于虚症，与阴虚火旺有关。目眩又称为眼花，是指病人自觉视物眩晕动荡，如坐舟车，或眼前有蚊蝇飞动的症状。如果目眩见有面赤、头胀、头痛、头重的症状，通常是风火、痰浊上扰清窍引起的实症的病变。而如果目眩见有神疲、气短、头晕、耳鸣，通常是属于脾虚或者肝肾亏虚等虚症所引起的病症。最后，我们讲讲目昏、雀盲、奇视。目昏是指视物昏暗不明、模糊不清；雀盲又称为夜盲、雀目和鸡盲，它是指白天的视力正常，而黄昏或夜晚的时候则视力不清。奇视是指的视物重影，视一物成二物而不清。无论是目昏、雀盲还是奇视，它们均为肝肾亏虚、精血不足、目湿所养所导致的，常见于老年、体弱或久病之人。以上是问耳目的内容，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